大家好，再来我们就要针对这种涉外继承、跨国继承的理论，来跟各位做基础理论的说明。在涉外的继承的这个部分，国际司法上，它的论理逻辑是分为2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在继承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遗产应该要由谁来继承？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这个是否为无人继承的财产？如果是无人继承的财产的话，那这个财产应该要归属何人？所以，这是国际司法上面2个层次的问题。前面继承开始的时候，遗产应该要谁来继承？这个必须要由国际司法上面的继承的准据法来加以决定，财产是由何人继承。后面的这个问题呢，是否为无人继承的财产？这个必须要依照前者继承的准据法来决定是由何人继承以后，才能够确定是否属于无人继承的财产。这个时候，无人继承的财产要怎么样处理？不管它是基于最后法定继承人理论，还是领土主权无主物先占理论，世界各国多半会规定这些财产归于国库或者是地方自治团体。那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22条跟新法第58条的规定是一样的。它规定说，继承依被继承人死亡时之本国法，但依中华民国法律，中华民国国民应为继承人者，得就其在中华民国之遗产继承之。这个第22条，或说第58条本文的规定，学说通说认为它是一个统一主义的立法。什么叫做统一主义呢？统一主义就是说，对于继承的法律关系，不去区分动产或不动产，不管是动产或不动产的继承，都适用同一法律，亦即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本国法。这种立法原则与国际潮流是相符合的，没有修正的必要。所以新法第58条还是维持旧法第22条本文的规定。那这个旧法第22条以及新法58条本文的规定，依照被继承人的本国法，它的适用范围主要是适用在哪些问题呢？第一个，继承的开始。继承的开始的原因、时期与地点，这个都应该要依照继承的准据法来加以决定。那我们的民法规定说，继承应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这是民法1147条的规定。这是关于继承开始的原因。再来，还包括谁是继承人，也就是我们刚刚第一个问题，应该要由谁继承。所以这个继承的准据法，当然就包括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人的种类、继承人的顺序、继承人的地位等，这个都是属于继承准据法的适用范围。但是
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是什么样的亲属关系？这个是属于先决问题，这个就不是依照继承的准据法来加以决定。那继承人的问题呢？它还包括下列的问题 ，PowerPoint 上面的灰色的这个字的这个部分。第一个，继承能力。这个最主要的是针对，例如被继承人死亡时还没有出生的胎儿，或者是法人他是否可以因为继承而取得权利的问题，都应该要依照继承的准据法来决定。第二个，继承的顺序与应继分，继承人与其他继承人应该要依照什么样的顺序以及比例来分配遗产。继承的顺序、应继分与是否受特留份保障的这个问题。继承人对于其应继分于继承开始前或开始后得否处分，被继承人就应继分于生前所为承诺的效力，继承人自被继承人所受赠与是否应并入应继分，继承人是否得为限定继承、抛弃继承等行为，它的期限、方式都要依照继承的准据法来加以决定。另外，在继承人的部分，就是他有没有丧失继承权，这个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案例的一个争点，就是这个台湾的女儿，她是否为继承人，她有没有丧失继承权的问题，这个也应该要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22条以及新法第58条本文的规定来加以决定。继承权的丧失是指继承人因为侵权行为或其他原因，或被剥夺继承权，造成继承的缺格，它的要件、效果与方法都要依照继承准据法来加以决定。至于在继承开始之前，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所缔结放弃继承权的契约，它是不是可以缔结这种放弃继承权的契约？缔结了这种放弃继承权的契约的法律效果是什么？都要依照继承的准据法来加以决定。再来，继承的准据法适用的范围也包括继承的标的物的范围、标的物的问题。继承的标的物的问题呢，就是指特定的权利义务，它是否具有可继承的性质，应该要依照它的这个权利义务本身的准据法来加以决定。例如，专属一生不得转让者，不得继承，必须要依照该权利义务的准据法来加以决定。也就是说，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所拥有的权利，他要纳入继承标的物的范围，这个必须要累积适用继承的准据法跟该权利的准据法，两者均持肯定的立场的时候，使得纳入继承的标的物。继承的准据法依照被继承人的本国法的这个规定，还包括继承开始的效力的问题。继承开始以后，特定权利如何由被继承人移转给继承人之间的问题。例如，继承人是否及时取得该权利，还是必须要履行特定的行为，或经过国家机关登记才取得该权利，或者取得该权利是否可以对抗第三人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它同时涉及该权利变动的问题，也必须要考虑适用该权利本身的准据法。例如，被继承人在外国已有不动产，继承人依照继承的准据法，因继承开始而取得该不动产的权利。但是问题是，依照不动产所在地法，并未因继承开始而直接取得权利。这个时候，继承的准据法与不动产的准据法就发生了冲突。这时候应该要如何解决？这个不无疑问。学说中有主张，个别的准据法优先于总括的准据法，应该适用被继承权利的准据法中的强制规定。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如果是涉及不动产的话，就必须是要依照不动产的所在地法。这个有一个我国的实务案例，我们可以来加以介绍。这个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51号判决，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判决，各位可以上网来找出这个判决原文来看。我们简单的来跟各位做这个判决的摘要的说明。本件的原告呢，是被继承人的配偶，被继承人是我国籍的男性，原告是他续弦的越南籍的配偶。那这个被继承人呢，他与前妻生有若干的这个子女，本件的被告就是他的这些子女。那越南籍的这个后母提起本件诉讼，他等于是被告的继母，那他是越南国籍，还没有取得我国国籍。被告们呢，就是被继承人的子女。这一件呢，是事实的部分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他遗留有这个不动产。这个时候，这个外国籍的配偶是否可以继承这个遗产里面的不动产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的土地法第18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民国取得或设定土地权利，以依条约或其本国法律，中华民国人民得在该国享受同样的权利者为限。用在本件诉讼，原告是越南国籍人，所以依照土地法第18条的规定，这个越南国籍的这个继母是否在我国可以因为继承取得或设定土地的权利，以依条约或其本国法律，也就是越南的法律，我国人在越南也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者为限。换句话说，如果我国人在越南没有办法取得或设定越南的土地的权利的时候，那越南人在我国也没有办法取得或设定土地的权利。所以这一件决定继承的这个准据法应该是合国法。这一件呢，我们的最高法院说，唯查上诉人为越南国人，且尚未取得我国国籍，本件应该属于涉外民事事件。最高法院指摘了原审未依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其准据法，
直接依照我国法律而为上诉人不利之判决，以欠允诺。这一段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理由，就是我们在基础理论跟各位一再强调的，国际司法在我国是强制性法规，我国是采取强行性的这个制度的国家，法院针对涉外民事事件，一定要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国际司法的方法来处理，不能够直接依照我国的民法或商法的实体法来做判决，否则判决违背法令，可以作为上诉法律审的理由。所以呢，最高法院在这边指摘原审高等法院没有先确定这个继承的准据法，直接依照我国法律而为上诉人不利的这个判决，以欠允洽。所以如果准据法是本国法的话，我们刚刚看到第22条跟第58条本文的规定，应该要依照被继承人的本国法，所以被继承人是我国人民，本国法是我国法。如果准据法是我国法的时候，依照我国土地法第18条的立法目的，它是在因应当前国际间平等互惠原则，而就外国人在我国取得或设定土地权利所做限制的这个规定。